好，李强啊出访接连访问了纽澳以及大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抵达了纽西兰，说要打造升级版的中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哦，就是双方要在各领域的交流来持续的深化。那访澳之后呢，他也预计说，可能这个澳洲的贸易部长讲，应该有机会可以解除最后一道障碍，也就是说活龙虾哦，接下来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市场了。在2023年的12月是先解除了牛肉的限制，然后在今年的3月份呢，解除了葡萄酒的禁令，那接下来就等龙虾啦，能不能再卖到中国大陆去？那美联社指出澳洲龙虾重返中国市场呢，是他们现在目前稳定这个中澳关系所做的一个努力的里程碑哦。那再来，澳洲的部长讲说，其实我们现在光是从3月份解除这个禁令到目前为止哇，销量已经超过前3年的这个总和了，所以也是非常惊人。光是5月的贸易额就达到了8600万澳元。那再来，这个澳洲的总理也讲说，与中国大陆这个有效的合作可以使区域内所有的人受益啊，所以看起来这个稳定经济，然后把澳洲的资源也到这个中国大陆进行转型啊，或是经济的成长，其实双方可以就是对于这个关系上面可以更提升啊，当然对于澳洲的经济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效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华春莹就讲，就说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外国人都会去到中国大陆来旅游，他们还有非常这个热搜的一个词hashtag 叫做 China Travel， 就是现在只要冠上这样的一个 hashtag，其实这个搜索量跟这个点击量都会增加那这个华春莹就讲说，也欢迎大家来，然后来看看真正的中国是如何。我们来听听。China. We only have preconceptions that we have been taught. However, we wanted to go and see it through our own eyes. Today is the day. Hello, China! Hola, China! Hello, China. Chile, Vitame. Let's go to China! Let's go to China! 这真的是真的因为我这一阵子才去大陆几趟我就发现哇，真的非常多的外国人都在那边拿起这个自拍棒都在拍摄，所以现在好像很多的大陆这边各地都有看到这个外国人的踪迹，他们都在旅游拍摄，然后并且把这个大陆真实的面貌透过 YouTube 来传送到全球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的科技有28国的驻华使节跟外交官他们特别去参加了这个上海的活动，他们就说这个是携手央企对话世界主题就是大国重器，那来向全世界来推广说中国大陆的大型高端的装备特别是C919也要让这些驻华使节来看一看，一起来合影留念那很多这些使节们就这样进去里头体验一下这个座位甚至还到了这个驾驶舱来体验一下说里面的空间有多舒适，甚至呢他们也去到这个看看这个人机交互作用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交互技术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就看到这些大使们使节们他们都伸长着脖子频频点头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技术，甚至他们还赞叹说好像中国可以制造出任何东西的确被中国大陆现在的一个科技的进步给震撼到了。那现在连 C919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因为他们现在将要有第4条的航线，从一开始的上海成都、上海北京到上海西安，现在最新的航线是上海到广州，所以这个越来越多人就是接受这个 C919， 甚至还特别这个因为这 C919 去订这样子的航班航线去订东航所以这样的一个商业机制是越来越被大家所这个认可，甚至是推崇。那比亚迪的秦 L 这个最新发表的其实光是13天已经卖破了8万辆。其实它是把这个秦 L 加上这个海豹06两个人两台车的加起来的整体销量，截至端午结束呢，已经超过8万辆，非常惊人所以有一个预估就说，中国大陆电动车4年之后将会冲上2300万辆这样子市占可能会这个增长率大概会到22%。
那但是反观哦，这个拜登跟波音好像一直都有一些这个逆风的消息，比方说波音5月份才交付了24架的飞机哦，比起去年同期降低了1半左右。那根据路透的报道啊，他说波音每个月产量啊，在3月底的时候降到了个位数，远低于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规定的每个月38架的飞机上限哦。那还有连续2个月都没有获得737 MAX 的订单，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一听到 MAX 就不敢搭或者是不敢买哦。那现在美国联邦航空局也要亲自加强对于波音的监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讲说，波音的当务之急哦，就是要赶快训练大批菜鸟安全制造飞机，因为这些新应聘的工人哦，他们其实对于这种安全的质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概念，所以是不是这样子螺丝松了的主要原因？那我们看，就连这个美国现在他的外交官哦，前外交官他就讲说，这个拜登哦，对以色列的政策是把美国置于危险的境地，我们被视为是同谋，是把美国陷于危险当中，所以他愤而辞职哦。那也反映到这个现在目前拜登的这个民调啊，那大家现在目前市场上普遍看好的是川普有可能再次当选。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其实李强这次去这个纽澳大马去访问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次这个经贸之旅啊。那李强现在就是上一次他去这个韩国参加了中日韩这个政府领导人会议之后啊，那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跟外国政府的这个他的所谓的对口接触，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经贸为主了。所以我觉得大陆在这个角色的分工上已经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他就是一个经贸先生。那所以这次去澳纽，我觉得他会受到很大的重视，因为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事实上的话，基本上是用现在对这些西方国家，还是以怎么讲，还是以经贸打先锋。然后呢，用实质的利益来在这个指挥安全外交上争取一些谈判的筹码。那这次去，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会是很顺利的，因为就纽西兰这个国家来讲，纽西兰这个虽然说是五眼联盟，其实他跟五眼联盟关系老早就疏离了。本来美国可以把他也去找到 AUKUS 里面，可是没有找纽西兰，因为纽西兰反核。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纽西兰就跟美国闹翻了。纽西兰很讲原则的，他不让美国的这个带有核子武器或者核子动力的军事舰艇进入到纽西兰。所以呢，美国说这个东西是你是小国，我是大国，我还听你的不成？纽西兰就坚持到底。所以纽西兰国家小，很讲原则，而且它在于国际政治的定位跟它自己本身的定位上跟这些跟澳洲跟美国都不太一样。纽西兰，你去看他这个讲国内的这个族群平等他们对这个所以这个毛利人之尊重，这个文化之尊重是所有以西方欧洲人为主体，在这个非欧洲建立的这些国家里面是唯一的一个。所以呢，纽西兰是一个很务实，而且他们的观念不会被这种尤其 Anglo-Saxon 这种 Anglo-Saxon 中心主义所拘泥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过去跟中国大陆关系一直很好。那这2年我也是听说纽西兰经济上也遇到一些瓶颈，那它的产品所谓的就是说高品质的农业化产品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正在被这个消费者所接受，所以我觉得纽西兰也看到机会了，他们是希望在一定的时间里中纽的这个贸易数量能够成倍，那事实上是有可能。那澳洲更不要说了，其实美国中国大陆当时禁止这个澳洲的葡萄酒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让中国大陆的葡萄酒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是让哪里？让美国的酒商，甚至让其他阿根廷的酒商获得了利益。所以对大陆来讲的话，只要澳洲它在政策上外交政策上不会那样子的以中国大陆为敌的话，我觉得这个澳洲的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他们希望开放这个龙虾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大问题好，来问一下杨老师。你要知道，这一次李强去纽西兰跟澳洲这个时间点在欧洲2个会议正在召开，一个是 G7 13号的时候，
一个是16号到17号，也就是李强要去访问澳洲的时候呢，在瑞士的和平会议会召开。所以纽西兰跟澳洲当然他们没有去参加过 G7， 那不是 G7， 但是以前 G7 会邀请澳洲的这个代表元首会共同与会。那这一次呢，他们去都不会想去。和平峰会呢，在瑞士的举办也没有想去。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总理埃班尼斯、外长、贸易部长要在雪梨要接待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李强。所以也就是雪梨上面的他的首都这个就是澳洲的首都。所以也就是在现在你看到的是亚洲经济一体化已经变成这个区域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了。你看澳洲就是你说嘛，和中国的有效合作会使区域内所有人受益，它是一个学习的曲线过来才得到今天这个结论的。因为他的前任 Morrison 跟中国对抗闹翻，然后完全倾向川普，后来是拜登，得到了什么东西？得到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然后呢，埃班尼斯上来之后，澳洲人经过选举换了这个政府，才知道正确的方向。倒不是说你军事安全上放弃你的这个地位跟角色，他们在美英澳的军事同盟还是在推。可是呢，经济上你不能够背对人民的利益啊，就跟日本、韩国，你看尹锡悦跑到美国去唱 American Pie， 可是呢，当就是李强到了首尔的时候，我要跟你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要进一步的推 2.0， 这个亚洲经济的一体化，而且是以中国大陆为主的经济一体化，其实这是一个主轴。BYD 比亚迪去年在日本卖了1551辆，可是呢，在上个月日本的 EV 的大奖这个给了 BYD 这个的它只有2款，你看一下，这个第一款最好的那个是海豚，然后呢第3名呢是这个 Auto 3，也就是日本的 EV 大赏给的前面2个就是个 BYD， 王传福还亲自跑到那边去做宣传，他目标到明年2025年的时候，希望能够卖到3万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 BYD 的这个信心跟他未来的企图。好，来请教永平姐。制造业真的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强盛的核心产业了哈。美国之所以拿到世界霸权呢，跟第2次世界大战呢，第一个它本土没有参战，第二个呢，它作为所有2战后来他帮助的国家的大后方，所以他拼命的发展军工企业啊，跟各种工业的生产啊，然后做各种的研发，所以呢，美国战后很顺利的变成世界霸权呢，跟他工业上的产能科技，特别是在先有汽车产业，然后再有飞机产业，然后独霸世界啊。那现在中国大陆崛起之路，不就是你美国的路径吗？只是说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汽车产业呢，从油车换成了对环境非常友善而且更高科技的电车。对，然后所以中国大陆下一步主攻的当然是飞行器啊。而且呢，它的飞行器飞机呢，它不但创新不但的整个产业的这个优势明显，更重要的是，它又跟它的电动车一样，它在价格上一定打遍天下无敌手。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产业链最完整，它的工人的技术训练最好，而且呢，它现在的在跟工业生产有关、制造业有关的相关的专利呢，它已经取得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1的量。所以你在这些因素底下，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同一回事。不可能中国大陆的汽车造得那么好电动车那么好，它的飞机会造不好，它的飞机呢只会更好不会下来。那相对于美国波音遇到的问题，就跟它的车子转型不成功无法从老旧的车厂转到新科技一样，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垮了，它的制造业空洞化，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东升西降，为什么中国会慢慢的在整个经济跟产业实力崛起，而美国看起来是衰退的迹象，这个就是核心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到欧洲啊，是不是也被美国绑上了就一起抗中的列车呢？像欧盟哦，尽管有非常多的这个反对声浪，但是竟然决定要对于中国大陆的制造的电动车要加38.1%的关税哦。这是欧盟执委会他们星期三的时候就说，受益于不公平的补贴为由来宣布，对于中国大陆的进口汽车最高加征38.1%的临时性关税。那现在目前他们课征的关税大概是10%哦。新措施在7月4号就要生效了，那包含了比亚迪，甚至特斯拉都在其中哦。就特斯拉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生产制造的电动车，你卖去欧洲，欧洲也要课这样子，同样的加征的关税税率哦。那所以现在欧洲的企业巨头就讲说，这个是负面影响远超过任何好处哦。明明是竞争者来到市场，但是你看到包含宾士、福斯跟 BMW 他们都讲说，这个并不好，这个做法不好哦。首先宾士讲说，我们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国，不要有这种日益增加的贸易壁垒，取消限制，扩大公平自由贸易，才会为德国带来经济增长啊。现在不应该走保护主义哦。福斯汽车也发声明哦，就说反补贴关税不适合增强欧洲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尤其德国和欧洲市场目前对于纯电动车的需求疲弱，欧委会这个决定哦，负面的影响一定超过潜在的好处。那 BMW 就讲说，这个额外的进口关税是错误的，会危害欧洲以及欧洲整体的利益哦，这样恐怕会造成孤立而不是合作，这个保护主义会有一个恶性螺旋的上升哦。那匈牙利也跳出来讲说，不同意欧盟对于这个中国大陆加征关税，其实连肖斯他也是不赞成的，所以这样子欧盟的一个决定，当然引起了中国大陆的反弹哦。大陆的商务部就讲说，这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啊，欧方的裁决披露认定缺乏事实跟法律依据哦，中方多次强烈反对哦，也对此高度的关切、强烈不满，然后也对此感到失望。所以呢，恐怕也会有一些反制的措施嘛。那反制措施恐怕深受其害的，也可能就是这几家企业哦。如果接下来卖到中国大陆市场，我就跟你一样就好了，我加征同样的关税，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同样的销售量？所以总是在用一种保护主义，用一种关税制裁，对于欧美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回马枪，会打到自己身上哦。那我们再看一下 G7 峰会前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呢？原来是美国他们也有动作，就是我要跟你欧盟说好啦，我这边进晶片，你那边加关税，我们一起来围堵中国吗？那我们看到美联社的报道，他说有300多项的新制裁哦，就是要阻止中国还有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土耳其这些个人和公司哦，你们是帮助了莫斯科，所以呢现在也要制裁。那再来还要限缩这个 AI 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要普遍在做这个 AI 的这个，等于说这个市场中国大陆也是美国主要的一个竞争者，所以他们就说我不卖给你晶片，我要提高你建构这个 AI 系统的难度。根据彭博资讯的报道，他们就讲说，现在他们这个 GAA 的这个技术晶片所生产的晶片呢，他们要限制禁止出口到中国以及这个相关的范围哦。那这个 GAA 晶片其实 GAA 可以让半导体有更多的强大的功能，那包含了辉达、Intel 还有台积电、三星都打算导入这项系统，明年要大量投产 GAA 的这样的晶片。可是呢，中国大陆现在要被限制了，真的会限制得到吗？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讲说，美方的举措是阻止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哦，只会激励中国企业自立自强。今天这一项消息一出来，反映在大陆陆股的反应又是如何？结果是涨的呢。你看到晶片 ETF 开高走高哦，含5G涨幅超过了5%哦，因为他们就说，我们国产替代方案全面获得资金追捧，你不卖给我太好了，我们全部跟自己国内买哦，所以马上资金全部都进去到他们自己本身正在主要做 AI 的就是这个含5G哦，所以哇，这个大涨反映出来，所以美国可能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再来
来 G7 都被美国拉着要抗中嘛，那你看拜登又讲他搭乘了这个空军1号的专机在峰会前一天抵达了意大利，然后说我们这一次讨论的主要话题呢，就是中国产能过剩。这个老话题还在讲又要去峰会再讲一次那看起来他们说我们不只要讨论它产能过剩，我们接下来还要成立半导体小组来协调就供应链，怎么样把这个大陆排除在外的供应链，还有我们各国的海底电缆的连结，等于说这个 G7 峰会好像变成了一个抗中峰会一般。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欧盟这个对中国大陆电动车课征宽惠这个本来还是说没有那么快的，可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欧洲议会选举一完这个欧盟执委会就宣布了。我觉得这个决定基本上是执委会他自己做的决定，虽然主要的会员国这个德国还有就是这个瑞典都反对，那为什么执委会还可以做这种决定？这就是欧洲的体制造成的。欧洲在这个所谓的这种贸易相关的法令这些所谓的它的这些权限会员国已经完全让渡给执委会了，所以执委会可以单独做决定。那这一次为什么冯德莱恩可以去违反他自己母国他是德国人他去违反德国的利益，然后呢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去主张一个人推动这样子的法案？我认为他就是为了美国做的，因为他现在这个连任事实上他自己的德国已经反对了，对，肖自己说不支持他了，那事实上法国也不太支持他。那欧洲很多国家对这个冯德莱恩过度亲美的作为甚至越权去亲美的事实上很感冒。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冯德莱恩已经是最后一职了，孤注一掷了，所以他现在做出这个决定会让在幕后会支持他能够连任的美国会得到很大的怎么样？很大的怎么讲呢？支持的力度。为什么美国可以支持冯德莱恩做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呢？这原因很简单，美国可以动用他的影响力去动员欧盟有一些会员国去支持冯德莱恩。哪一些会员国呢？比如说波兰，比如说立陶宛比如说这个芬兰，比如说丹麦。所以欧盟其实是27个会员国，它每一个国家事实上对很多看法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美国就有机会下手了。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牵涉到这一个大陆这个决定牵涉很广。那德国在这一次是说实话，它是彻底可能是欧盟27个会员国里面唯一要为冯德莱恩这个政策要付出代价的。那可是问题也没有办法，这是政治冯德莱恩是为自己而战。对，所以这个欧盟的体制就是这么复杂，那它运作下来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它现在面临一个考验，就是说它用什么方式来做报复。你如果说像当初讲说对这种3000cc 以上的2.5公升以上的汽车加征25%的关税，那基本上就是对德国的豪华车在中国市场的豪华车进行一种怎么讲不利的一种安排。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比如说红旗啦，还有这个大陆本身这些国产车也在做高档车，所以说高档车市场如果对德国车做限制的话，中国的市场，中国本土的这高档车可以出来。那可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又提了2项可能报复的方案，一个是报复什么？一个是报复白兰地，那就是针对法国。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这个空中巴士。那空中巴士的问题就变成你要抵制的话，那个是不成比例的。对你汽车，你现在说实话损失45亿美元，那你到底飞机你要做多大的这样子的报复所以这个事实上现在是美国最高兴，欧洲差了一蛋，中国大陆也很为难。好，来问杨老师。其实真的是一个政治的因素了，也就是都转向保护主义，都转向就是一种排外不只是排外来的移民，也排外来的电动车，因为它具有竞争力，因为它会让我们国内的电动车产业就是这个提升不起来。汽车产业都是龙头产业嘛，所以它会有一些就业上的考量。可是呢，你就基本上其实
的东西，好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让你的人民去消费享受。这都是美国在倡导产能过剩的这种政治攻击之下的作为。美国还用100%哦，欧盟现在对 BYD 是17.4%，对吉利是20%，对上汽呢是38.1%。哦，对 BYD 还好，所以它某种程度还是顾及到就是这个德国的车企，避免说对德国车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受到冲击。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只会继续恶化下去啊，大概挡不了，因为美国把它当做一个产能过剩来做全球的这种攻击。华为的910B 这个升腾，其实在 AI 的晶片上已经可以超过辉达的 A100啊，虽然还没有到 H100这么厉害，但是 A100已经效能超越过它，所以你说这个技术上真的是时间问题，这又再是一个这个验证。那 G7 呢？我觉得 G7 在拼转型。你知道吗？G7 以前应该是美国，就是说独霸之后呢，他把几个国家拉起来，一起来就是共同的建构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平台机制，对不对？那日本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结果呢，他现在拼转型什么转型呢？这个是抗俄反中大会哦。我觉得好清楚啊，快变 AUKUS 那种。对啊，快要变成这样一个情况了，对不对？那当然，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些国家也不太去了。那拜登还是去，但是呢，他去这个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去了意大利的 G7， 但他不去2天之后在瑞士的和平峰会。也表示说他其实宁愿要 G7， 他也知道那个和平峰会没有什么成效。因此呢，这个 G7 这个拼转型在美国的加持之下，大概是成效越来越显著。好，来问永平姐。我觉得 G7 呢，当然杨教授很客气啦，哈，说它叫做拼转型啦，哈，通常拼转型这种词呢，要不然就蛮中性的，甚至呢可能还可以做正面解读。可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它其实就是算是必须要用关税的手段来阻挡中国的全面性的崛起呢。这个某种程度，我觉得也是一种投降或者认输，就是发现说，我宁可损害了我们自己会员国的利益，譬如说像德国，好，我也不能够让你中国独霸，甚至呢，就电动车还有清洁能源啊，这个锂电池这些问题来讲，欧洲自己都讲啊，如果你不让中国大陆的这个干净能源跟它的能源车进来，你会阻碍欧盟自己定的这个干净能源转型的那个年限，你会拖慢这个速度。可是呢，他们宁可这样子，他们都要对抗，所以就把 G7 呢真的做得很小。你已经不是世界领导的位置了，你已经是变成说你承认了对方的对手的实力，然后呢，我就是觉得我们绑在一起，我们来打群架好了，不管呢这个有没有道理，我们里面的人会不会受伤，我们就一起来跟你进行对抗。那我觉得一旦这样子做哈，它会有。我们简单讲它会有一种短多长空的后果。好，第一个，会员国也许刚才介大使在说明那个欧盟的组成里面已经讲了他的这些让渡权利的一些问题。可是如果他的内部的成员国因为你的决策，他一直觉得说我的利益非常非常损害的很厉害，像这次欧洲议会为什么一些极右派的政党都全面性的崛起，跟他这种反弹会有关系，那它影响到欧盟的内部政治的时候，以后欧盟呢可能会面对一个。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翟轩好，大家午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好。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因为这次呢，这个快艇闯进了淡水河口，那连 BBC 都关注到这个消息来报道他就说，哇，这个舆论批评台湾的防卫是否出现了严重的破口，尤其呢，这个淡水河是贯穿大台北河口距离这个总统府这些政治中心大概只有20多公里所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很大的破口那国际也注意到这个事情，外媒也开始在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 TVBS 独家掌握到这个报案者的这个报案的录音，算是这个独家的这个内容我们来听听看当时的报案情况。
是那个中华业这个渡船头这边的，那个从那个什么有从大陆过来的，开的小船过来，福建过来的，偷渡过来的，撞到我们的船，我们是有报警处理，警察是说叫你们海军过来处理这样。请问你那边是哪里？中华业渡船头这边，就在淡水河这边，淡水河。对，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质疑说，最后是报案了才发现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快艇船哦，那怎么会是像海巡署他们前面讲说我们是瓮中捉鳖啊？我们早就掌握到，你看他刚刚还问说你在哪里呢？就是感觉上面是后知后觉，可是讲的自己好像这个早就已经掌控一切，所以才被大家所诟病嘛。那我们看亮哥的评论就说，奇怪了，海军怎么会不知道这艘船要从福州直接开过来是不可能的，可能是这个母子船、子母船有好几种形式哦。就是比方说有一艘船拉着它，或者是从大船里面放出来，但是海军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母船有没有掌握呢？这等于说海军、海巡署还有上岸这3层都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人看起来也没有任务，没带枪，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压力测试，那何必被逮到呢？就有这么蠢吗？他会天真到这样吗？那这个剧本看起来很江湖哦，就是要让你知道我是可以上岸来的，是不是？就是感觉上面就是有一种示警，就是我们原来这边破防的这么的严重啊。那再来这个国台办的讲法是说，这事情是纯属个人行为。那这个男子如果返回大陆之后呢，有关部门会予以惩处哦。还提醒说，民进党当局没有必要草木皆兵。另外，对于福建企业透过无人机到金门去散发传单的一事，也是自发行为，但是要依法依规来进行。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环太军演前有一个消息说，我们海巡署的4000吨级的海巡舰新竹号被发现也进入到了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的这个檀香山港来停泊。那由于这个环太军演呢即将在26号登场所以外界有非常多的解读。我们的海巡署讲说，新竹舰因为执行太平洋的巡护任务至于其他的讯息不便公开说明啊。那我们看到军事专家这个苏子云他讲法，他说呢这个代表我们台美海巡合作逐步落实，大家可以以平常心来看待。那除此之外，在南海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环球网也有这个消息就说南海的海域实弹射击的训练，在渤海也执行军事的任务。这个中国大陆有3艘万吨大驱在南海6天5夜的实战化演训。那专家就说，这个明显是在为这个海警3号令来铺路，要给南海诸国来下个马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美国跟盟友们好像也是动作频频像是荷兰、印度、土耳其的海军军舰陆续都这个停泊在日本的港口，还有意大利的轻型航母也预计在8月下旬会首次访问日本。此外，还有包含了德国、法国、西班牙也计划要派遣战机到日本他们说这些行动都是冲着中国大陆啊。他们说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的一些行动，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个印太地区来提升一下存在感，针对中国大陆而来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看看环太平洋其实多国联合演习，由美国的海军除役的塔拉瓦号直升机突击舰这一回还担任了这个实弹射击的靶舰他们说这是代表阔别20年来这第2艘的这个塔拉瓦级舰，也是超过10年之后再次有这样子2栖作战舰艇在演习当中被击沉，所以算是这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演练了。但是呢，菲律宾真的想要跟中国大陆打一仗吗？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说好像菲律宾的第一夫人特别要这个把这个局势缓和一下。他在这个三宝岩举行了一场活动还邀请了中国大陆驻菲律宾的大使参加。那在这个紧张敏感的时刻，有这个中国大陆大使来进行会面，可能有示好的意思这表明这个小马可是可能是嘴硬，但是心虚，不得不由第一夫人来赶快出来擦擦屁股赶快来缓和一下局面嘛。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永萍姐，永萍姐怎么看呢？首先这个让人非常吃惊的大陆渔船单人单船直闯淡水的这个事件呢，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因为海巡署的解释大家慢慢的
这个被说服呢，反而是有扩大的趋势。对，好，那这里头呢，除了 TVBS 掌握了当时报案的独家内容啊，大家就觉得说，哎，跟你海巡的解释完全不同以外啊，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当地选出的单一的立法委员民意代表啊，这个立委洪孟凯。洪孟凯呢，他今天就爆料哦，他说这个事件呢真的很严重哦，国安大破口，因为呢他去跟业者见面访谈，然后还原了整个过程呢，哈，这个过程呢，这个洪孟凯说真的问题很大。第一个是这个业主呢是他自己发现哦，他们撞了船之后呢，他自己发现说这个人怪怪的啊，而且呢在船上还跟他争执了30分钟。然后他去报案，他不是按照你们的那个爆料，他是先他说他跟警察局报案，然后去跟海巡，海巡呢30分钟之后才姗姗来迟。哦，换句话说呢，这个跟管碧玲还有海巡他们后来在这个公开的不管是记者会或在立法院讲的完全不同。他们说什么？他们第一时间就这个什么6海里外就知道掌握了他的来历啊，然后还知道说什么他过去是有这个海军的舰长的什么，这是简直胡说八道。他们第一时间啥事都不知，还问你说啊都为来你都为好，所以第一个他全部没有掌握好。那洪孟凯呢，他是立法委员，他的质疑也很对啊。那接下来那第2条更大条了，那到底谁在说谎？对，好，那我认为呢，如果用洪孟凯的这个逻辑来推演的话，如果是基层说谎，那基层对于他的长官说谎，那这个基层你就不只是说他的疏忽，你要追责咯。他能够用说谎话的方式来掩盖那么大的国安危机跟破口，这些基层呢，实在是要非常强力的究责。那我们就看看海巡会不会强力处理。第2个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是不是基层报的是事实，然后高层觉得很丢脸啊，因为520才刚过啊，那个这些都算新官上任啊，还没有过1个月啊，就出了这么大的篓子，他们是不是为了保官位，然后没有说实话？好，那很严重哦。我们现在立法院才刚透过藐视国会罪，对不对？这个还不只是藐视国会罪的问题，你等于用掩盖的方式呢，不去真正的检讨我们的国防的大破口、国安的大破口。我觉得这个情况真的非常严重。海巡这里，这个并不是你海巡跑去跟什么美国、什么夏威夷一起什么互动什么的就可以掩盖的，不会。因为我觉得 BBC 啊，现在英美媒体开始注意到这种新闻啊，那 BBC 报道了以后，美国的媒体一定会开始跟进大作。好，现在民进党政府啊，尤其顾立雄上来以后，他对国防的给外界散发的讯息是什么呢？是说啊，台湾没有很危险呐，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军方哈，就是要让他爽。要让军人呢怎么舒服怎么好。这件事情发生在端午的假期啊，就完全说明了现在国防部要求解除正副主管呢留营的。一定要选择一个人留营的这个规定啊，就说啊，你们通通去放假没有关系，这个粉饰太平啊，现在太平岁月静好，通通没有关系。那这个状况，你对美国，你等于放出一个讯息是说，台湾自己没有要防卫自己台湾呢全部要赖给美国，尤其是千万不要忘了，赖清德呢，当时美国是有依赖论的。而赖清德呢，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他最引人争议的就是他的赖皮寮，就是为什么叫他赖皮寮呢？就是一皮天下无难事。那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国防安全、台湾的安全保障呢，你要全部赖给美国，那美国要被你赖皮吗？美国是一个你可以赖皮的对象吗？对不对？大家看看乌克兰，美国到今天还愿意给他武器、给他援助，是因为乌克兰的人奋勇的在那里这个捍卫他们自己的国家跟土地，对不对？
结果现在民进党是干嘛？是搞成说军方的人呢，你们都去放假，你们都去玩啊，然后呢，你们也不用练刺枪啊，也不用准备这个城镇战的肉搏战，你们什么都不用准备，然后呢，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待遇最好的一个工作，接下来还要改善伙食哦，大家已经看到了吧？它很多步骤哈，就说你一方面呢，你让大家觉得说，哎，整个这个事情啊，太平时期。那第二个事情呢，这么多个破口呢，你就是全部用骗的啊，包含之前大陆那个无人机啊，大陆医生说是个人行为，我们当然都知道个人行为啊，可是你个人行为，你看到无人机跑来在金门，你也不用把它打下来，然后渔船呢，直接堂而皇之的登上了这个淡水河的淡水边，那你现在真的要让民间怎么会有信心？那台湾的民间没有信心，那美国人又如何对你有信心呢？那美国后来会不会得到一个结论啊？美国人最喜欢讲一句话：人救自救者。那发现你根本没有要自救，那他会不会因此放弃你呢？我真的觉得民进党政府一定要深思，这些破口不可以再用赖皮的方式，或者头埋在沙子的方式，不愿意面对现实。好，请教杨老师。对啊，我觉得永平讲的很对了，不过他最后那一段话我不太同意，就是他对美国还是有一点期待了。那个我们同学所以这样子开玩笑，两个很奇怪的事情嘛，不是做了联合利剑2024A 的演习，围着台湾6块，然后呢又不断的，我们看到新闻在说。大陆的海警还是各方面在做灰色地带的不断的逼近，进入到我们的24海里之内，进入到我们整个甚至接近领海。那顾立雄都出来说了，只要进入到12海里领海跟领空有威胁性，我们就把它当作第一级，就可以发射第一枪，就自卫反击。讲的好像冠冕堂皇，你这个时候当然海警我们的海巡跟海军。就应该要戒备啊！人家在做演习，人家在做这个登门的逼近灰色地带，结果你呢？完全放松放假，一起放假，刺枪术也不要学，松弛感，对不对？那个很松弛感呢，空城计吗？你在唱，是不是？顾立雄大概可以带个那个这个诸葛亮的什么样的这个扇子，但是呢？不可以这个样子，对不对？报案了30分钟之后才来，所以管必领，管说谎。你从2月14号那个事件，你就是管说谎啦。你现在还是在说谎嘛？这个海巡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没有掌控在情况之内，你完全在状况外。人家来报案，你在哪里呀？我慢慢来哈，我等我主管回来了，30分钟后到了。是不是？那发觉没什么事，然后结果呢？对岸当然就说这个是个人行为，我相信他是个人行为。来了之后我们就草木皆兵，不止草木皆兵哦，还说台湾里面所有村里长10几万人要把他这个监控管控。那沈伯洋不是这样讲吗？敌人在内部。对，那敌人在内部，因为对他的选举才会有威胁嘛。第二个很奇怪的事情你新竹舰跑到美国夏威夷去，还做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对不对？你在淡水河口的那个小船，你却拦不住，是不是？这么新这么大的一个装备，4000吨的，跑到美国去，跟美国去所谓联合的演习，好吧？那你在家门口怎么样呢？不是家门口就进来里面了，登堂入室了，还报案了。所以呢，其实海巡民进党赖清德政府你不是只有抱美国大腿。因为真的，美国自己的那个印太司令都说了，他不会派遣任何的陆海空部队来，因为会死美国人，而且不会赢，所以他就要帮台湾设计一个无人武器的地狱景象，对不对？这个可以拦得住解放军攻台吗？然后还有所谓的这些。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大家现在了解，以前真的是一个演习现在慢慢真的是针对中国大陆而来。那会开到台海来吗？
当然不可能，不要这样子这个认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事情呢，当然会越来越紧张。而台海呢，真的海军，你们真的要振作起来，不要说谎，拜托。来问介老师。像我们住台北都知道淡水离台北有多近，知道吗？那根本，而且大白天啊，人家就开一艘船就进到淡水了，然后呢，最后还是自己啊被发现的。我们所有的防线没有人发现他，对，他是自己被发现啊，而且还是去撞了别人才发现的。如果他没撞呢？对啊，没发现就进来了。你知道2023年我们的管碧玲花了4亿多台币，搞了一个智慧型防卫的侦查这个目标侦查，哇，好像铁桶啊，花了4亿多台币啊，彩装的哦。结果呢，大白天人家就登堂入室了。我跟你讲，我们在这边紧张没用，他也不是，如果说来一个斩首部队的话，也不会找我们麻烦，对不对？那是从那个淡水直接到那个这个万华码头，如果晚上的话，再翻个墙啊，再进去就到那个到爱国东路了。那个就是赖清德现在住的地方啊，所以赖清德都不紧张，我们有什么好紧张的？赖清德才该紧张了，对不对？现在他等于是门户洞开啊，这还是大白天，晚上一个特工队啪啪就进去了，对不对？就到他门口去敲门了，他都不知道，那他以为下面是铁桶江山啊！我告诉你，管碧玲就是一个思维素餐的外行的，在那边捞钱的，当官做的人嘛，他知道什么啊？他知道什么啊？出了事他就会这边赖，然后说谎成性。所以呢，这个说实话，这应该这个赖清德好一下这是帮你看门的，这个管碧玲是帮你看大门的，结果他把大门看成这样，你让他继续干嘛？对不对？干到最后，人家一个特工队斩首部队就直接从那淡水河口进来了，不要半个小时就直接到你家门口啊。所以这个问题严重其实是很严重，那是应该赖清德自己要去好好衡量一下。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外国军队跑到日本去其实这个是老早规划好的，不是突然。因为这个美国每2年在关岛过去都有一个叫勇敢之盾，这个是他海军陆战队的演习他今年老早就已经要扩张了，他把他的演习地点拉出来。拉到菲律宾，拉到日本，所以今年是第1次。然后呢，所以今年这个勇敢之盾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很多日本的防卫队日本的自卫队那么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演习。那顺便美国就把这次马上要在这个所谓南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调来的各国他的盟邦的这些军舰，也顺便到日本帮日本撑一下腰你知道日本的问题是什么？日本现在经济不好。然后呢，老百姓生活不好，然后物价又高涨，可是日本这些政客又一天到晚要增加防卫军费，你知道，要增加这个什么防卫预算，他5年要增加2倍这个比蔡英文还了不起所以呢，他需要怎么样？要让日本的老百姓知道，日本现在很不和平，很危险，所以他制造一个日本受威胁的感觉，所以美国是在帮日本做这件事情。那这些不管是意大利也好，法国的这些军舰，也是2-3个月前就已经准排好要来这里了。你以为这边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回去以后，下一次来还不晓得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演习一下，真正出事的时候，这些国家就敢出来吗？根本就是来作秀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导演都是美国在幕后导演，他都有他的实际的目的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